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最近 B 站上一位名叫聊会儿電影吧的博主，從10月初呢開始連續發布了3期的解讀電影《芳華》的視頻，總時長超過1小時40分鐘。在上周六呢更新完這3期視頻中的最後一集之後呢，這個系列就迅速的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個轟動性的討論，就迅速爆火了。而且挺有意思的是，因為《芳華》是很多年前上映的電影嘛，只是說這個博主呢，因為他最近是解讀它，所以讓這個電影再度被大家討論。這3期視頻在極短時間內突破了3500萬的播放量，完成了現象級的傳播。更讓人驚訝的是，即便是在深夜凌晨的時段，仍舊有数萬人同時在線觀看，一邊看還一邊打彈幕啊，討論得非常热烈。凌晨4點還有4000多人在線看，這種觀看熱度在 B 站電影解說類視頻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那彈幕裡全都是什麼“哇靠，原來如此，我以前白看了”，就這樣的評論。評論區徹底分裂成2派，一派就稱讚博主是人間清醒，另一派就批評他過度解讀帶節奏。有網友就調侃說建議這個電影改名成《芳華體質生存指南》。对，我還看到有網友就評論說我看了你的解說才發現我4年大學白上了，這社會課還得靠 UP 主來補課呀。很快這3期視頻就被下架了哈，現在已經在 B 站上看不到了，但在 YouTube 上大家還是能看到哈。得說冯小刚的片兒後勁還是挺大的。前2年这1942就火了一把嘛，評分嗷嗷暴漲。這2天就輪到芳華了，相信過不了多久這幫潘金蓮還有集結號估計也會被人拿出來重新思考。那拍的也是相當不錯。冯小剛還有一部冷門電影，我建議大家也去看看，叫做《只有雲知道》，也是黃軒演的很多小姑娘都被這部電影感動得泣不成聲哈。而人們緬懷過去某段時光的時候，現在口頭禪往往也都是某某某某年過去了，我們很懷念他。不過冯小剛的電影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個《天下無賊》，就我相對來說覺得他拍的最好看的一部吧。其實馮小剛的這個成就應該是遠遠被低估了，就因為他之前是拍賀歲片、喜劇片出名的嘛，導致一些影評人還有什麼文藝片的導演，還有偏文藝的這些觀眾一直就嘴硬，看不上馮小剛。但實際上你看，相比之下一直被公認的藝術成就很高的陳凱歌呀、張藝謀其實他倆只有1、2部電影真正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且他們的電影也沒有被翻出來反覆的解讀，對不對？你比如陳凱歌也就一部《霸王別姬》，我始終認為這《霸王別姬》確實好，它可以說是華語最好的前3電影之一。但那之後他就幾乎沒有拍出過什麼高水平電影，這都讓人懷疑當年拍這個《霸王別姬》那個陳凱歌是不是真正的陳凱歌就說回這個視頻這個視頻的爆火呢也並非偶然。當《芳華》剛上映的時候還是批評居多的。但電影還是那個電影，人還是那些人，社會變了，大眾的心態也就變了，口碑自然它也就變了。這恰恰反映出當下年輕人對自身處境的焦慮和不滿。在經濟下行、就業困難、內捲到骨髓的當下，年輕人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是天之驕子了雖然是大學生什麼之類的還穿着長袍，而是現在他們就是可替代的螺絲釘。你努力，你善良，你任勞任怨，結果升職的是領導的小舅子，最後受傷的是你，還得笑着說不礙事。這個時候，芳華裡那劉峰的命運就成了集體投射。正如知乎上的一個熱評說的說我們不是在看劉峰，是在看自己。有人評論說，以前覺得芳華呢是青春片，現在看感覺是恐怖片。恐怖就在於你明明沒做錯什麼，卻被時代拋棄了，而且你都是不知不覺中就被拋棄了。這種共鳴感正是視頻能夠爆火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個視頻真的是解讀对了這個電影嗎？我必須坦率的說，這位博主的解讀其實是在為文革招魂，而不是像一些人為他辯護的人說那是高級黑這絕對不是高级黑。我觉得這個博主的想法，這位博主通過解讀那些牽強附會的所謂的隱喻，傳遞的是要把一切打碎重來的想法他把電影中人物的名字對白鏡頭語言統統解讀成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隱喻暗喻。比如何小平的平字居然被解讀出了四人幫的意思，這種解读方式真的就完全脫離了電影創作者馮小剛的本意了，純粹是刻意的過分解讀。馮小剛肯定都沒想過這茬。這種方學最愛幹的事兒就是把電影裡的人物互動
用代入法代入到歷史當中，然後宣稱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都有方学了。你说《紅楼夢》也有红学，大家都能理解。我在这说的，我自己编的一个词儿啊，不知道这個網上有沒有？好吧。這個本質，你想，它跟西方人解讀什麼海盜船長神秘寶藏沒啥區別啊，這根本就不是馮小剛的創作意圖。這個視頻博主做出來的方學視頻，其實他真的沒有討論出這個芳華電影的藝術內核，也不是認真的在表達關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重大的社會啊、政治還有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給觀眾提供一個純粹的政治精神快感啊，就是讓觀眾享受一種反建制的刺激感，說謎語的迷幻感，投身政治工作的成就感所帶來的那種快樂啊。那為什麼這個視頻爆火呢？其實就是這種解讀就迎合了現在一些對自身處境不滿的人心中的情緒，但他們沒有真正思考這些不滿是怎麼造成的，而是想用更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甚至還想回到那個什麼糧票、肉票的年代，這純粹是腦袋出了問題啊！那個年代的艱苦絕不是可以美化和懷念的，就別說芳華那個年代了，就是80、90年代，還有大量的人家是沒有抽水馬桶的，要去旱廁。那廁所裡面什麼蒼蠅、蛆蟲是到處橫行，一邊要驅趕屁股上的綠頭蒼蠅，又要小心地上有蛆爬到你的腳面。哎呀，太有畫面感了，不要這麼細節。還要把視線避開那些沒有素質的人，拉在坑外的一坨坨，這才是那個年代現實的生活。我跟你說，所以大陸的人只要經歷過這種生活的，都非常感謝改革開放。想回到那個年代的人，要麼是懶人想不勞而獲，要麼就是根本不了解那段歷史和生活。而那個博主的解讀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和營養，反而其實在傳播一種危險的思潮哈。那麼《芳華》這部電影真正講的是啥呢？作為一個從大院底層混出來的導演，馮小剛在這部電影裡傾注了他對那個時代非常深刻的體會和思考。其實，《芳華》雖然講的是一些青春靚麗的少男少女啊，在文工團的故事，按理說，你說這應該是集合了青春、荷爾蒙、靚麗、懵懂啊，然後少男少女天天在一起唱歌跳舞，這些年輕小伙子們的故事啊，還有姑娘們的故事，但其實它一點都不歡樂，是一個非常壓抑的電影。有人評價說，看完了這部電影，出了影院是長長吐了一口氣。這部電影深深觸動了很多觀眾，即便很多人，就包括我們哈，其實都不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但都能夠深刻體會到那個電影那個壓抑和現實感，以及感慨哈，這人的一生啊，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下，真的就是一粒塵埃。這部電影，你說它是愛情片，那肯定不對；你說它是戰爭片，也不對。它是歷史片嗎？那也不對，它是一個人生故事片。對，它就講述了一個特殊年代很常見的一個故事。這樣的故事其實在歷朝歷代都有，包括今夏。跟我們喜歡的那個布拉德皮特的《大河之戀》，我感覺是有點異曲同工的。只不過《大河之戀》這個人物關係和政治和時代的背景更為簡單一些哈。你看這個何小萍，她沒進文工團之前，洗澡啊都是奢侈的，洗不起熱水澡啊，都只能就是拿着毛巾擦擦身子哈。所以何小萍的家庭條件和那個特殊年代裡文工團裡的少爺小姐是沒法比的。雖然《芳華》裡面的故事的年代它是艱苦的，物資是嚴重匱乏的那個年代，但在那個年代，文工團裡有免費的、取之不盡的、用之不竭的洗熱水澡，還能經常吃餃子。對於普通人來說，那就是天堂啊！更關鍵的是，文工團既不用上戰場廝殺，又能以戰爭的名義來進行嘉獎。當年這絕對是個好單位，絕對不是誰家的子弟都能隨便進去的。按照電影裡的說法，這個何小萍呢，因為基本功扎實，確實是一個舞蹈的好料子。本來呢，在去年就被相中，應該進團的，結果呢，去年沒有名額了，到今年才得到這個名額。你想，去年本來是有名額，那何小萍沒來成，那為啥？大概率是被頂了。被頂了。你猜？那名額是啥呀？名額就是權力唄。名額誰說了算呢？你猜猜看。那文工團裡面非富即貴，什麼高幹子弟啊、千金公子啊，都能來到這個團裡，基本那都是有背景的哈。飛揚跋扈的郝淑文，低調沉穩的陳燦，那都是高幹出身。在那個年代，這些名字你一聽就是有背景的家庭，否則啊，一般就應該是什麼建軍啊、建國是吧？或者是像黃軒飾演的主角叫劉峰，以及憑自身專業功底成為文工團骨幹的蕭惠子。惠子啊，你這一聽就是土裡的東西。
還有什麼家裡有鋼琴的林丁丁，名字一聽那就是娇貴的資本家小姐似的感觉哈。那个年代家里有鋼琴，那比现在有那個限量版勞斯萊斯還牛哈。這才是對這個名字的真正解讀，而不是那個為文革招魂那個博主啊，他解讀名字的時候，你看一個平字兒就解讀出四人幫了，這肯定不是馮小剛的本意，純粹是刻意的過分解讀。高幹出身的郝淑文和陳燦，他們雖然性格不同，但他們骨子裡啊那種認知自在的系統是能夠互通的。那種傲氣啊，那種敢於為自己而爭取、進取那種鬥爭的氣質，這一點啊，在苦出身的人身上是比較稀缺的。你看苦出身的這個特點是啥哈？是奉獻，像劉峰一樣奉獻啊，就為了團裡，為了戰友，什麼活都能幹，什麼人都能幫，什麼東西都會修。因為自身他沒有什麼價值感，需要通過奉獻來體現價值。奉獻的越多，貢獻越大，其實與眾人的距離啊反而越遠。勤勞善良、顧全大局的劉峰，其實沒有走進任何一個人的心裡。那些人都覺得他做這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誰讓你是標兵，是優秀呢？這就是人心中的一種惡呀。其中有個鏡頭就是吃餃子的時候啊，你看劉峰吃的都是爛的，大家就調侃他，別人都吃完整的餃子，你怎麼就愛吃爛餃子？你想想，其實誰不想吃完整的好的餃子？那只是他劉峰吃的就好像就合情合理，於是爛餃子就都跑到他的飯盒裡去了。在那個鏡頭裡面，劉峰看到他自己飯盒裡的餃子都是爛的哈，就表情上啊，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就坦然接受了。愣了這一下，其實說明了一切呀。劉峰表面上融入了文工團這個集體，但他不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融入，而是一種他自己的那種獨特的方式的融入。比如專吃爛餃子這種方式，什麼人都幫，什麼活都幹。那如果引申一下，就像某些人哈，他融入某個群體，因為有特殊的才能嘛，所以被留下來，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當某一天這種才能不被喜歡、不被需要，他們就會像沒用的垃圾一樣被丟掉。其實放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樣，如果你不屬於某個階層，你偏要去融入這個階層，那麼你就必須要找一個融入這個集體的理由。如果沒有這份理由和能力，結果必定是悲劇的。從劉峰被冤枉的時候，大家的態度就能看出來，就是你再標兵，那與我何干呢？文工團今年沒了劉峰這個標兵，明年就會有李峰、王峰當標兵，無傷大雅。這種不被認同，甚至延續到他退役之後，在電影裡面他說哈，與那些戰死的戰友相比，我能說自己過得不好嗎？有時候真想像他們一樣死在戰場上，還能成為烈士被紀念。他這段話其實就是他對自己價值的理解，這一點啊，也正是《芳華》這部電影的魅力所在。另外，這部電影還非常生動地刻畫了底層人的生存智慧和悲哀。你看何小平，他偷了林丁丁的衣服去照相，就是為了照一張軍裝照片寄給被關押的爸爸，好像讓爸爸知道自己進了文工團，取得了一個身份，融入進去了。但偷衣服這個事兒啊，恰恰相反，證明他何小平距離真正的這個高幹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你可能非常奇怪哈，那何小平為什麼要撒謊？為什麼要偷？事情被揭穿之後，林丁丁也說了，說你要真的開口借，我會借給你的。其實馮小剛在以前的一段採訪裡面，他提供過一個角度，大意是哈，底層人家的孩子和富貴人家的孩子是不同的。底層人家的孩子天生啊，他是膽怯的，怕這個怕那個，不敢表達，因為窮嘛，所以所有的需求啊都被壓抑着，在這種匱乏的環境裡長大，稍微犯錯，父母啊不是打就是罵。哪裡敢說真話？哪裡敢要蛋糕吃啊？哪裡敢要好衣服穿？所以這種環境出來的人，讓他們看起來非常的怯懦。即便個別人讀了書，長了見識，能用知識和心力壓住自己內心的那種恐懼，表現出一定的從容，但真正散發出來那種氣質，也僅僅是禮貌乖巧，而不是權貴家長大的孩子那種天生的從容自信、天生的驕傲。所以對於何小平來說，他的一種本能的心理就是覺得得偷偷拿出來穿，偷這種心理啊，壓力對他來說是最小的，也最討巧的。底層人就有的時候往往想用最輕巧的方式，既完成自己的心願，也不對他人造成傷害或者影響他人。這就是環境壓抑出來的一種心理上的一種問題。文工團那些女生本來呢就有點嫌棄他們，本來就嫌他不洗澡，身上有味兒，像下水道的餿味兒。這種餿味兒也許一開始是物理上的，但後來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餿味兒。因為何小平其實他也天天洗澡了，那他就會想，如果借衣服，第一，有人願意借嗎？第二，就算真的借到了，如果真讓人家的這個衣服染了味兒，那是不是暴露了自己跟他們真的不一樣，是一個帶着臭味兒的人，怎麼融入啊？所以
對他來說，也許偷偷的穿一下是最輕巧、最能巧妙的規避這一切的方法。当然了，無巧不成書哈，電影要表達的效果呢，就是偷了然後被揭發，這叫戲劇衝突。但現實裡的這種衝突啊，可能更扎心，可能沒有激烈的口角、肢體衝突，只是靈魂和人格被研磨在深冷的九幽之下，無人關心，无人知曉。就感覺何小萍吧，越不想跟大家不一樣，結果呢就越跟大家不一樣，越努力越錯誤。对，因為他沒有自己啊，這裡也不屬於他。多數時候啊，不是他們看不起他，而是根本就看不到他。其實以上這些才是從大院底層混出來的馮小刚真正有所體會並且想表達的。馮小刚当年也是別人看不見或者說看不起的對象，直到他成名之後，還有不少人諷刺他為馮褲子。《芳華》這部電影其實啊，就是導演他想通過文工團這個小團體折射出階級差異、個體命運和時代變遷這種複雜的關係。電影啊，它就揭示了體制對個體的一種異化。對於老一輩對那個時代有過經歷的人，他們當然更深有體會。《芳華》這部電影的價值，以及它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應該會被很多觀眾不斷的反覆咀嚼觀看。這種生命力啊，就在於它展現了在任何時代都存在的那種階層固化、身份焦慮和個體的掙扎。你看劉峰和何小萍的悲劇，它絕不是僅僅因為那個時代有多麼特殊，而是因為人性的冷漠、勢力和階層的鴻溝，在任何时代其實都是存在的。其實人性和現實永遠在不同年代有着共性和不同的表現而已。歷史是在不斷的重複的，每一個不同年代的人都能從《芳華》這部電影中產生共鳴，找到自己。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